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2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73.50，收盘价是376.3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82.76，最低价是在370.7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6289.33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大幅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趋势，而目前股价的趋势是空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2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的行进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呢，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平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被迅速拉抬，上方呢是在382附近遇到压力之后呢，股价又迅速出现了下跌，下方是在372附近得到了支撑，然后我们会看到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当日 K 线的中下部进行震荡，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因此呢当日的 K 线是留下了上下影线并且我们会看到上影线长。那么这样的一根 K 线呢，我们会看到在继前一个交易日出现一根天剑线之后或者出现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 K 线之后再次出现同类的线型，而我们会看到其实连续3个交易日一直是生成含有长上影线的这样的小红 K 线或者是小绿 K 线，说明股价在每个交易日盘中都是有反弹的走势的，但是呢又都被压回到当日 K 线的中下部，说明股价目前继续向上反弹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在4月23日生成的这根天剑线呢，我们会看到它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那么我们在前一期视讯提到过，这根 K 线的最高和它的最低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那么在4月24日这根 K 线呢，碰巧也是收在了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之间，并且我们会看到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因此这根 K 线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一根休息的 K 线。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横盘走势，并且含有长上影线，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是低开低走，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将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那么一旦出现补量下跌的 K 线呢，我们认为这根 K 线很容易去测试362，也就是4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么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也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我们曾经提到过，这根 K 线的最低呢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强支撑。那么一旦在4月27日低开低走，也就是低开盘然后低走，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跌的走势。那么反弹的可能呢我们仍然认为是不出现新低，或者是在盘中一直是在20日均线值上方运行，并且在1-2个交易日之内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否则呢我们认为股价至少会在382到368之间，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然后再去选择方向。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么仅从 K 线信息解读，在4月27日，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出现补量下跌的走势。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后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4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372附近，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375，另外一个是在380附近。而实际在4月24日，股价是出现了反弹，收盘价在376.30。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呢，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同时呢，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好，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我们可以说叫横盘向上。那么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4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416。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386这个位置，我们刚才可能有口误，不是382，是386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之后还有一个是409，当然中间还有一个400整数关口。那么这3个位置将会成为股价反弹的强压力。那股价只有冲破这3个压力，才有可能会去测试416。好，那么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436，然后第3个目标是452。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337。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我们认为目前首先要跌破368、362，还有一个位置343，也就是这3个位置将是股价下跌的强支撑。那么这3个位置被跌破之后呢，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337。337如果被跌破呢，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第二个目标就是325，第3个目标是273。好，我们再来看4月2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开盘价，也就实体的上沿是376。那么在4月24日盘中我们会看到股价实际上一直是在376附近进行震荡。那么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是收在了高位，也就是在观察位上方一点。那么到了4月27日，我们要给的观察位呢是371，也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那在4月27日，股价只有一直在371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会有反弹的走势，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继续横盘。否则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很容易跌破20均线值而去测试362。这是我们关注371的理由。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20日当周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后的回档中。那么当周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高开盘，然后呢上方也就是在前高是遇到的压力，然后周中呢股价一直是震荡下行的走势。那下方呢是在5均值附近得到了支撑之后收盘价是收在了这个5均值和10均值之间。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也碰巧是在前面一根 K 线实体的中线附近。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相对较强的支撑。我们再看成交量，成交量虽然较前一个交易周是量缩，但是这个成交量相对于之前的交易周应该
也是不算小的成交量，所以可以说明股价在回档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买盘支撑的，因此我们会看到下影线是略长的。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股价并没有明显的跌破前面的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这样的一个强支撑，并且在5均值这个地方是得到了支撑。因此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是高开高走，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低开低走，那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348这个位置的。对，因为这个位置呢，我们会看到也是抱有相对较大的成交量，它将是股价继续下行的一个较强的支撑。好，那么对于周 K 线图从 K 线信息解读呢，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将会如果是高开高走，将会有反弹的走势。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对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预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的预测。那我们预测在4月20日当周，如果收在高位呢，应该是收在412；如果收在低位呢，是在380附近，而实际在当周收盘价是在376.30，这与我们给出的收在低位的这个点位实际上还是蛮接近的。好，那么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出现了下行，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收在36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到360。好，如果是收在高位呢，我们先来看，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的相对准确一些。好，这是360。如果收在高位呢，应该是收在39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好，那么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是368，也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能够在368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否则呢，股价将会出现下行。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和预测。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369附近。那么之前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362，那么到了4月24日收盘价是在376.30，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当然，如果没有建仓的话，在这个地方也不可以进场抢反弹。在技术上，好，那么这个仓位到了4月27日，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是守362。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以守337，或者是长期持有。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呢，就实际上就是上方的386，然后400关口，然后是409。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62，因为能够如果跌破这个位置，实际上也跌破了368这个重要标志位，同时也跌破了20日均线值，所以空头的目标是362。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4月2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378到380之间。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382一直到384。我们把它和386这个位置连接起来，这是第二个压力位。第三个压力位是394，第四个压力位我们取400整数关口，第五个压力位我们取407到409。我们再来看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它的范围是从368到370，碰巧是前面这个重要标志位。第二个支撑是362，第三个支撑呢，我们取343，第四个支撑我们取33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4月27日我们给出的预测呢，两个可能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周一的开盘和在盘中的走势。我们先来看反弹，如果股价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70，上方最高会到达385，收盘价会收在379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70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另外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75，下方最低会到达363，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65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75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